嘿，欢迎回来 Ariel 的频道。今天又是一期大家挺 request 很多次的 topic， 就是咱们来聊一聊到底是投资房地产更划算，还是投资美股大盘更香。为了今天这集，我也是查了一大堆的历史数据，再结合我自己在德州投资房，还有这么多年投资美股的真实回报，来跟大家算一笔几十年的账。这集不会只聊钱，还会聊聊这两种投资其他的一些不同点，比如说时间成本、风险、税收。最后我会 cover 一下我个人更偏好哪一种投资，跟我老公有一些偏差，这边还挺。先上数据，从历史来看，1926年到2023年，年化总回报大概是10%多点 on average。同样的年份呢，美国的房地产回报年化总回报率是5%左右。咱如果只看这个数据，那肯定是股票比房地产要好。房地产投资还有一个 variation， 除了你自己买实体房投资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投资 REIT。简单来说 REIT 就是一些公司专门去买，然后持有，甚至经营各种能够带来租金的不动产收入，比如说公寓啊、仓库啊、办公室啊、商场啊、饭店这些，比你自己买一个实体房能够投资的范围大，更能分散风险。比较稳定和可靠的 REITs 通常都有不错的 dividends， 就是分红。从1972年到2019年 REITs 的平均年化回报率大概是 11.8%， 比标普500的 10.6% 的 annual return 还要再高那么一点点。当然这并不代表 REITs 永远比标普500好，只是我们说的那段期间，如果你同时投资标普500还有 REITs， 那肯定是更可以分散风险一些。以上我们聊的数据都是比较宏观的，接下来我就上一些我自己投资的数据。先说房子啊，宏观来说，每年的回报率是5%，但是我自己的房子来看，我是在德州拥有投资房已经10几年了，然后我的投资回报率我算下来，应该说是我老公算下来是4%一年。为什么比 average 还要低呢？很多原因。第一是因为我们德州的房子已经付清了，没有贷款，这个也是会收到很多争议的一个话题。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投资 strategy， 还有 return 的需求。我家的情况是我们想要早退休，所以我们想要把房子付清，这样子每个月就可以有确定的那个被动收入供我们现在的生活，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把房子付清。还有就是目前这些房子我们还持有嘛，所以没有卖。德州的房子肯定没有加州涨得多，但是每年也有涨幅，这个 appreciation 我们就没有算在投资回报率里面，因为这个房子还没有卖。德州的 single family home 大概20万，4%一年的投资回报率也就是8000，那每个月才666。我们这个计算方式算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一般的投资房子的同学应该是不用这么保守的计算。你可以reference 我喜欢看的另外一个博主，他们叫思维小邱，他俩是在西雅图投的房子，因为他们曾经都是 Amazon 工作的，估计现在好像男方还是在 Amazon 工作，然后女方跟我一样就是出来做点自媒体创业。他们的投资房回报收益的算法比较正常，比如说房子的回报率要包括 your rental income 就是租金，还有房子升值，这个也应该要算，减去你的 cost 就差不多是你的 return。 那他们的西雅图的房子这些年过去5到10年涨得也挺不错的，所以他们说回报率是收到了15%，比我算的好太多了，比德州也好太多了。那再来看看股票呢，宏观的话，美股大盘每年的回报率是10%多一点嘛。那股票来说，我 personally 投的最多就是美股大盘，标普500 S&P 500是 ticker。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都是给那个科技大厂工作的，比如说 Google、Meta、Amazon 这些公司，除了薪水以外会给你 RSU， 就算是比市场价更便宜的办法，可以拿到股份，虽然不多，但是一年估计也有个几万这个 worth of 股票。所以很多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会留着这个股票，比如说10年前他们在 Microsoft 工作，然后从来没有卖掉这个股票，那现在就涨了多少倍？10年前一股 Microsoft 是46.8毛1，现在已经超过500一股了。我身边有很多这些朋友就是这样 hold 的，但是我家就没有这么做。那我们收到 RSU 就是会拿到的当天就卖掉，这样就等于是收了一笔工资一样。我们会卖掉以后再去定投大盘。这个办法不是最 optimal 可以赚到
最多钱的，但是是和我家的这个 financial investment strategy， 因为我家就是刚刚也说了超级保守，然后看来是过于保守了，但是我老公喜欢这么做，I didn't argue with him， 就觉得还行吧。说回就是科技大厂工作的朋友，包括我刚刚 mention 的另外一个 YouTuber， 他们是 Amazon 工作嘛，所以过去5到10年 Amazon 的回报率 definitely 超过20%了。他们的 strategy 就是 mostly 只是收了工资的一种variation， 就是拿到那个 RSU 的 Amazon 的股票就不卖了。如果是做了这些操作，可能会比20%的收益要更高。说到投股票的工具，我最近在用某某，它是富途旗下的一个投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超级方便，它可以在同一个账号里面又可以交易美股、港股、全球的 ETF， 还有加密货币。最近这段时间，某某给新用户有很多优惠 for signing up， 我就是被种草了。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叫闲钱生息，现在现实的年化收益率有8.1% APY。It's so much higher than 市场上其他的 offering。目前这个大环境，美联储还要降息。今天我录制的时间是10月16号，我刚刚收到 notification， 美国的国债给的分红已经低于4%了。这也是一个原因，我开户了，要薅这个羊毛。还有一个福利，他们现在在送英伟达的股票。We all know how much that is worth。他们送的从20块到1000块美金的英伟达股票都有 ，depends on 你开户的时候放多少钱进去。自从我用了 Momo 这个 app 以后，我投资的个股就多了一些。刚刚说我 mainly 投的是大盘嘛，那也是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的上班，没有时间去研究股票。但是现在用了 Momo 以后，发现我根本就不用花时间去研究。我最近在 play around with the app， 发现这个 AI 功能，大家都在用 AI， 但是 Momo 这个 AI 还挺好用。比如说我会查一些个股的重要新闻啊、财报啊、指标啊，通常30秒就能让我看完重点，帮我决定要不要投资一个股票。还有财经日历这个 function， 这样子就可以让我知道有什么 upcoming big financial events， 比如说一眼就可以看到美联储什么时候又要议息，或者是重点的财报发布这种时间，方便我提前布局。总的来说 Momo 真的是特别方便，对我来说是 one stop shop， 功能全，中文页面、英文页面都可以，又能让闲钱赚利息的这么一个平台。如果你也想试试看，我把链接就放在信息栏。那聊完了我的投资和回报率，我们再来看看比如说时间成本还有操心程度。投资房子我觉得比投资股票要操心的地方要多的是，我 personally 我的投资房是请了 PM， 就是 property manager， 那这样子我需要操心的地方还少一点。我看思维和小邱他们是好像自己管理房子，比如说半夜租客打电话跟他们说我的房子漏水了，他们还得赶快去修，那个就会累很多。投资股票，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散户，就是在平台上按几个买卖这个键就行，所以从时间成本还有操心程度来说，股票肯定是比投资房子要简单的多。第3点，我们来看看投资门槛还有可操作性，或者是你对这个投资的控制权。股市的投资门槛肯定是要比房子要低很多啦，尤其现在都可以买 partial 股。比如说我有时候会想投一个新的股票，我就想试试手，想玩一玩，所以我最少可能是买 0.1 股或者 0.2 股，就是 follow 一下，看看我这个投资 strategy 对不对。但是说到对这个投资的控制权，你投资股票对这些公司控制权几乎是0，因为就投的也不多。但是 obviously 你投资房子的话，你对它的控制权是100%，那你可以选你想要买什么样子、什么年份的、什么 condition 的，在哪里，想要租给什么样子的人，这个你完全就是可以自己控制。第4点，我想聊聊危险性。这两种不同的投资，股市波动肯定是比房价的波动要大，也快很多。美股的短期波动率大概是18%左右，但是 residential 房子的波动率大概是5.5%，也就是说股票的波动率要是房子的3倍以上。最大的回撤，股市的历史上也是有曾经超过50%的下跌这么可怕的事件发生过。但是房地产下跌，美国全球性最多跌的也就是27%左右的房价，所以还是股市会更 volatile。投资股市就更有点像坐过山车，更惊心动魄一些。投资房地产呢，更像是我会比喻成是坐一个渡轮，正常情况下是挺平稳的，但是如果是遇到大风大浪，那还是有所波动的。调整的周期来说，房子会比股市要久很多。我自己这么多年投资房地产，手上也有几个投资房，我个人来说还是觉得房地产投资风险还蛮大的。
比如我曾经遇到过2次，就是我的房客他不付房租，但是他也不搬走。最后有一个房客是我需要 actually 上法院去告他，花了半年才把他请出去。另外一个是3个多月没有付房租，他家是真的付不出来了，就也是那个区买的不太好。然后最后房客就直接卷铺盖走了，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留在那个房子里，然后整个3个人，父母加上小孩3个人就搬走了。所以我需要去 deal with everything else that's left 我干脆开了一个 garage sale， 把他的家具 leftover 就直接是 anything you see in the house 1块钱带走。这个都比我花钱去请那个 1-800 got junks， 就是花钱去请人把垃圾扔出去要便宜。后来还是有一些东西没人要，我还是得请人来把它 remove 花钱。还有我德州的房子，因为前几年现在也是比较 extreme， 但前几年有一些 extreme weather， 冬天的时候有 hailing， 然后还有极冷的天气，就是把水管冻裂呀。我邻居的房子是直接地基split in half， 然后他的 quote 是要修的话要好几10万去修那个地基。我的地基也出了问题，但是因为我的 location 跟他有点不一样，所以我的地基修起来是有2个 option， 一个是1万多，一个是5万多。我花的是1万多的 option， 但是反正这个 long story，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房子因为它是一个嘛，它就摆在那儿，所以它可以遇到的风险有很多。股票的话，如果你买大盘，那你本来就是已经非常 diversify 你的风险了。那如果你买个股的话，可以买0点几个 share， 少买一点 unless 你是想要炒股但是我就觉得炒股的风险还是蛮大的。但是如果你买 ETF， 尤其是标普500这种，那风险还是小很多。总体还是要看你是更愿意 deal with 哪种投资的风险。第5点我想要聊的就是税收。投资房产对税收还是挺多 benefit。首先房子你可以 write off 你的 depreciation， 中文叫折旧扣抵。虽然房价是在上涨的，但是账面上是可以扣税的，就是可以减税的。还有那个贷款的利息，那个也是可以抵税的。我的投资是出租房嘛，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是 cash 买的，我是最近才付清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利率挺高，我可以把付利息的那块钱拿去减税，还是挺不错的。还有各种投资房的开销都可以拿去减税，比如说房地产税啊、维修啊、每个月的 property manager 管理费啊、保险啊、运营费用，这些都可以抵扣，可以从 rental income 里面减出去。最后我要 cover 一个房子的 tax benefit， 就是自住房它有一定的免税额度。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自住房，那我卖出去的时候应该是涨了 I hope 它涨了。比如说我房子是100万买的，然后卖出去的时候卖的150万，那这50万就本来要交 capital gain tax 嘛，因为我是跟我老公一起报税的嘛，所以夫妻合报最多可以 write off 50万的增值。那如果是个人的话，可以免税25万这个增值。说完了房子的 tax benefit， 我们可以聊一下股票的。对于正常在美国工作的同学是收一个 W2 income， 本来你的 ordinary income tax 大概是10%到37%， based on 你到底赚多少钱。但如果是股票，你在交的是 long term capital gain tax， 那 could be 0%到最多20%， 所以还是要比你那个 W2 的 ordinary income 要低。最后聊聊我的 final thoughts， 到底是更喜欢投资房子还是股票？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 answer。Realistically speaking， 我还是觉得应该有一个 diversified mixture of investments 更安全。我又喜欢房子，我又喜欢股票。这个投资也是跟你到底投哪个国家非常的息息相关。我觉得 instead of 去问到底喜欢投哪一种投资，更应该做的是 follow 你那个投资的国家的它的 policy 和它的走向。对我来说，我就非常关心美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的政府是不是 stable。如果是让我觉得这些东西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会想要考虑 diversify， 就是把我的钱挪去一些 international funds， 甚至去亚洲一些国家买地或者买房子。我会把我其他的投资视频也都放在这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今天这集我也 reference 到另外一个频道 owner 四位小邱他们，也说说他们最后的 final thoughts。 他们是更喜欢投资房地产，因为好像女方是上海人， for some reason 上海人更喜欢投资房子。当然这不是真正唯一的原因了，也是因为房地产刚刚也说了，就是风险要起伏小一些，可以自己操作和控制的地方更大。投资房地产税收的优惠也是多很多吧，
投资股票的好处，尤其是如果投资大盘和一些 high dividend ETF， 操心的就比较少，你可以每个月去定投，然后就 put it away， 时间会是你最好的朋友，可以长期投资，平稳投资的话，那股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天这集就分享到这儿，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你的投资，我们下集见，拜拜。